说起美国和以色列，有人说这是一对铁杆盟友关系。以色列一个弹丸小国之所以能够混得如此风生水起，背后少不了美国的支持。而对于美国而言，其同样需要以色列在中东为其开路，以便更好帮助美国牵制中东各国。也正是美国对以色列的种种爱护，给了以色列一种错觉，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但是事实又究竟如何？日前上台2个多月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开启了其上任之后的首次访问美国之行，这也可以认为是以色列总理上任后首次和美统一战线。据悉，这次以色列总理同美国总统的会晤将主要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以双方的安全协作问题等，这也再一次将伊朗核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中心。我们知道，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其根源在于美国出尔反尔。就目前而言，美国和伊朗就这一问题仍然保持着僵局。那么此次美国和以色列会晤是否能够打破这一僵局呢？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就伊核问题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借美国的手来为自身谋取利益。但是拜登会轻易地满足以色列吗？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双面下注。我们知道，现如今的美以关系已经大不如前，某种程度上，这也就决定了美国不会100%将筹码压在以色列身上。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将很有可能继续维持同以色列的合作，关切以色列在这一问题上的诉求。但与此同时，美国仍然也会选择同以色列的对手，如巴勒斯坦以及伊朗等国展开相应的谈判合作。因为巴以冲突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话，那么这将成为阻碍美国战略东扩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美国不仅需要关切以色列的利益，还需要安抚巴勒斯坦。所以说，这次以色列的访美之行很有可能会被算计，需要随时警惕美国在背后捅刀。而关于这一点，伊朗早已有言在先。伊朗最高领袖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背后是一个亟待捕食的狼，而这一匹恶狼也可随时变身为狡猾的狐狸。言外之意，世界各国在和美国打交道时都需要格外谨慎。近段时间，围绕美国撤军的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而这一撤军的恶果似乎也立马显现出来了。外界将美军这次的撤军形容为溃逃，可见现如今美军的声誉已经严重受损。而除了这一直接的损失外，有消息表明，美国的这一战略败笔仍在持续。这一战略败笔的余威直抵欧洲，或将在欧洲掀起新一轮地震。一直以来，美国霸权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军事盟友，其中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更是重中之重。不过这一局面或就此改变。最近欧洲政界接连有人发出疑问，质疑现在美国是否值得信赖，欧洲还应不应该对美保持高度的战略依赖，特别是在针对俄罗斯问题上，欧洲是否仍要跟随美国施压步伐。一直以来，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霸权，不停地对世界重要力量进行打压，其中俄罗斯就是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之一。而我们知道的是，俄罗斯也并非是一个善茬，一旦美国挑衅过头，欧洲或将面临一场战火。当然，如果美国能够一直在欧洲保持战略存在，那么北约盟友们也不会担心。但是经过这次撤军事件后，美国能否在危难之际拯救欧洲，便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德国对外政策问题发言人利比希就表示，在美国失败之后，德国需要从这些冒险的军事干涉中撤出。言外之意，德国或许撤出对俄罗斯的疯狂围堵。可以预想到的是，德国的表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整个欧洲现如今的真实想法，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美国的战略败笔。专家指出，美国的战略文化和战略决策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他们以为通过一系列的高强度施压就能够压服对手，但这往往会适得其反。这样的做法恰恰给了俄罗斯很好的反击理由。相比于美国的战略败笔，俄罗斯的战略布局则显得高明得多。已经接近完工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俄罗斯并没有进行军事压服，而是使用更加惠及双方的经济战略来扩大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可以说，俄罗斯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这两种感情是人与人之间常见的主观感情，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家间维系关系的纽带谁也逃不过一个利字。多少国家为了利益相亲相爱，而原本相亲相爱的国家之间因为利益甚至翻脸都是常有的事儿。事关切身利益，昔日好到穿同一条裤子的盟友都可以说翻脸就翻脸了。
曾经的死敌也可以冰释前嫌，这一点连当今世界最强国美国也避免不了。据彭博新闻的消息称，在卡布尔机场发生了2起恶性爆炸事件后，美国总统拜登依然没有放弃他此前制定的8月31号之前撤离的计划。但在对于美军是否要按时撤离这一问题上，英法德等国与拜登的态度相反。一场好戏在近日举行的 G7 线上峰会上演了。美国及其盟友们开始互起内讧，不过即使盟友都不同意拜登的做法，但拜登在峰会上仍然坚持美军将在8月31号前撤出，而且还扬言要尽快撤离，因为每多一天，美军将面临更多未知风险。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在英国首相约翰逊之后，默克尔首次对拜登表现出不满和失望。分析认为，拜登现在之所以会惹众怒，遭到盟友的轮番轰炸，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各方利益不同。虽然在20年前是美军首先入驻阿富汗，可在后续的时间里，美国的盟友也逐步派兵入驻了阿富汗。所以一旦美军在8月31号全面撤离，那先前美国为卡布尔机场提供的大量后勤支持必然也一定会撤离。这样的话，美国的盟友就无法保证自家的公民能否安全撤离了。目前，除了美国的众多盟友开始对拜登表达出不满以外，他还遭到了特朗普的打脸。在拜登再次肯定了撤军时间后，特朗普特意录了一份视频嘲讽，称拜登根本没法领导美国。首先，他以美国不断恶化的疫情以及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为由，随后迅速将话题转向阿富汗，突出了当前阿富汗局势的动荡，将这一动荡性定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误之一。随后，特朗普开始抨击拜登的上台承诺，美国回来了，表示拜登并没有让美国回来，反而让塔利班回来了。就目前来看的话，感觉国际局势真的要变天了，各种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正在积聚。冷战结束至今也就30年的时间而已，看看美国各时期总统的表现，到现在的拜登政府，真是让人不由得感叹时过境迁。